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淑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二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淑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淑儿喜怒哀乐。秦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淑儿的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皇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难道母后一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恕公主错怪了微后，微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淑儿，那就帮淑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，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有缘由的。芈月尚未出生，执掌司天台的太史令堂妹就预言，芈月是霸星出世，四府变，六甲乱，当主天下大变。芈月她从小心机和作为就异于常人，如果真应了堂妹的话，首先受害的便是我的骨肉。所以不管她在哪里，我的眼睛都大大的睁着盯着她，免得她兴妖作怪。她再一日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还要带她走？你太不知道轻重厉害了。母后，所谓堂妹的预言，从一开始就荒诞无稽，母后却偏偏自寻烦恼。芈月从小孤苦伶仃，母后更应该可怜她，年幼丧母，无人疼爱，对她格外开恩才是。却因为10几年前某人的胡言乱语，疑神疑鬼，捕影拿风，这是何苦？我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，如此苦口婆心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想气死我呀！淑儿原本还猜疑玉儿到底犯下了多大的过错，听了母后一番话，却更觉得她无辜了。淑儿心意已定，若母后不准，我就去向大王评理，望母后顾及母女情面，不要再阻止淑儿带玉儿去秦国了。今日我陪淑公主去看嫁妆，那些珍珠宝贝差点把我的眼睛晃瞎了。你呀，真没见识。去年我在微后那儿伺候的时候，跟着戴毛姑姑去过一趟方府。你知道方府吗？当然知道，那是宫里头专门藏宝贝的地方。我在那儿看到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知道吗？听说这回大王赐给每个陪嫁应试不少好东西呢。他怎么没去领啊？看书看傻了呗。自从微后给皇公子和殷公主赐婚之后，他就心灰意冷，胭脂水粉一概不沾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用不上的东西给咱们俩。月儿，姐姐来了。我经过你的屋子，看到里面还有光亮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我想再看一会儿书。不就是一部兵书吗？女儿家又不带兵打仗，看它做什么？反正心里头闷着，正好拿它解烦。上次月花台中毒，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好利落，当心再倒下。知道了。
那我先去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姑姑，何事？我是云梦台的魁姑，听说过些日子皇公子和殷公主就要大婚了，我们做奴婢的没什么好送的，做了些喜饼表表心意。啊，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了。公子，这是云梦台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桃之夭夭，透天换日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西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，这些啊，都是微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别是用金银铜铁、西域流错8种制材做成，这些啊都是大王赐的。这赤玉珠串，还有这一套金饰，共有12件，这些都是娘亲留给我的。公主出嫁，这些嫁妆多风光啊！看起来跟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狄公主有什么好呀？狄公主要远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这辈子想回楚国，跟登天那么难。比起来，我宁可不当狄公主。公主说的也是，恕公主这次走了，还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见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怜了，娘亲早死，又不为微后所喜，只怕是连个送她的人都没有呢。说的也是啊，跟她娘亲一个命，都是给人当陪嫁硬使，没人送。哼，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